近日，美国对外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针对此事，普京发出对等回应。他表示，如果乌克兰使用集束弹药，俄罗斯将保留回应行动的权利。И у нас не было так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несмотря на известную нехватку в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период времени, и у нас тоже боеприпасов, но мы этого не делали. Но, конечно, если они будут применяться против нас, мы оставляем за собой право на зеркальные действия.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抨击美国向乌克兰输送集束弹，他表示这是美国在自损尊严。马斯克在推特上写道：“美国一直谴责那些使用集束炸弹的人，如今我们却把这种炸弹送去使用，这不会有任何好结果。命运喜欢嘲讽，却憎恨虚伪。”大陆师生团的话题在岛内持续升温，岛内媒体认真分析这次的行程，形容这为未来两岸青年的交流打造了一个不同于过去的2.0版模板。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中国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孙大千认为，像这样的交流活动可以不断累积两岸人民的情感，就不容易被任何人的挑拨离间打断。台湾实践大学前校长陈振贵表示，大陆高校师生赴台交流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因为这是一个破冰之旅，民间都很惊喜，很欢迎。我在这里也希望，同时也呼吁这个两岸能够促进年轻人的交流特别是学生的交流因为呢，两岸的互相的认识能够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这个对整个中华民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希望能够两岸能够开启学术交流，特别是学生的青年的交流，这个部分呢，对两岸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香港中评社认为，师生团中的高校生多数是00后的年轻学子，跟马英九年代的陆生已相隔了近8年，应该也有了不一样的视野。但唯一共同的是，不论是过去来的陆生，还是这批陆生参访团的学子，可以看到他们都充满了欣喜，也没有任何生疏的感觉。这样的共同性也给两岸青年交流增加了活力。岛内媒体更是关注到这次大陆交流团行程的细节，没有日月潭、阿里山等传统旅游线路和景点，而是台积电、吉安特等反映台湾经济社会现状的代表性地点，可以被称为未来两岸恢复交流的2.0版模板。其实现在对于两岸的深化融合这件事情，特别是青年交流这个部分呢，毫无疑问是作为现在两岸如果开通交流，除了农产品这些之外，在真实的交流当中，这个部分是前驱性的，甚至是核心性的。当看到奥运冠军丁宁与岛内学子切磋乒乓球技，岛内名嘴认为可以看出，这次大陆的组织方在参访团的人员组成上是花了不少心血的。因为大陆他们在这个体育这方面，它有很多领域在世界上在排名都是名列前茅的。那它也有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设施，就是在运动训练的这个基础设施这一方面的一个建立。所以当然它就变成说对台湾的运动选手来说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那这一次他派丁宁来，当然对台湾来讲就会是既是学术交流，又可以达到体育交流的效果。那我觉得那挑出来当然都会是非常顶尖、非常优秀的同学了。这个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对这一次的这个访问团呢，非常的在规划跟准备上，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花了非常多的这个心血。但曾几何时，竟如此难得。马英九心系两岸和平，这次陆生来台，为两岸在不断上升的恶意螺旋里开启一道善意循环，祝福此行顺利成功，更盼两岸春暖花开早日到来，全面恢复交流，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岛内舆论也分析，对于这样一件整个台湾社会都持正面态度的好事，当初民进党当局一直拖到交流团临行前才同意放行，未免显得心胸太过狭隘。很简单嘛，这个就是把这个许可的权利抓在手上来要东西嘛，就一个跟对岸去谈我要放你这一群人过来，那哪些事情我希望你要让步，他这个其实是民进党在这几年来他惯用的手法，所以你要看大局，看大方向，不要只重视一时一刻你在政治上的输赢。
我觉得那就非常可惜了。中国国民党前民意代表孙大千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也将这次交流团的成型形容为了不起的进步。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两岸之间的交流，可以不断的堆积两岸人民的情感，而这个情感就不容易被任何人挑拨离间加以打断。而孙大千认为，两岸人民情感的交融正是民进党最害怕的事情。他以自己的童年经历为例讲到，父亲在他小时候就教育自己的故乡是山东青岛，小时候的每个新年也都完全按照青岛的习俗来过，这就是代代相传的记忆和情感。但多年来，民进党正不择手段培养天然毒，抹去那些台湾出生、祖籍在大陆的民众的历史认同感。有很多现在在台湾的家庭，他们并没有进行这样的传承哦，所以到了几乎到第3代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他们对中国大陆没有任何的记忆啊，没有任何的情感，没有任何的连接。当然，他们就很容易受到民进党的蛊惑跟影响。那你更不要提到说，台湾的教育在过去这些年来，大幅度的被民进党扭曲跟改变，所以受了民进党教育的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当然在两岸关系上，他们就渐渐的渐行渐远了。所以两岸之间年轻人跟学生的交流，我认为是改变这样的一个状况很好的机会跟管道。但是这也是民进党害怕的事哦。你想想看，民进党现在连三国都不敢放在历史课本里了，他怎么敢让台湾的年轻人跟中国大陆的年轻人跟交流呢？面对美西方国家不断插手台海问题，妄图搞以台制华，并不断渲染两岸所谓兵凶战危，孙大千认为，两岸的交流带来的血浓于水的真情，是抵御一切分裂行为的最好武器。两岸之间是一个血浓于水的状态，我们同样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同样都是龙的传人，我们有什么必要兵戎相见？我们有什么必要变成美国去弱化中国大陆的棋子呢？所以其实战争只要爆发，不管结果如何，台湾跟中国大陆都重伤，中华民族都受到重创。就我刚才讲到，虽然也许第3代、第4代他们没有任何的连结跟情感，可是血浓于水，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这是不会变的。所以当他们到了中国大陆去之后，或者他们交了更多中国大陆的朋友，两岸之间的敌意一定会大幅的下